食安都已经炸，赖清德还跟中年游子福州的老董同框同台，就非常的荒谬。面对傲慢、嚣张、跋扈，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团结，不是一个政党的斗争，是一个社会大型议题的集结。既然要绝食，就是展现一份决心嘛。越来越多人他会在这些运动当中决定今年年底要归票给谁。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这一次活动其实是直斗他发起的啦，杨直斗他这次希望号召大家一起表达对于食安的担忧跟民进党态度的不满了。大家的诉求很简单，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食安的部分，已经拖太久了啊，食安及国安这件事情大家都会讲，但是呢，现在的执政党却没有做，还包含了7月1号以后在政策上面的盖牌。第二个点，他们后续的态度是非常的傲慢。你面对政治议题，你要有傲慢的态度，我觉得就算了。在食安议题，他们竟然可以用史无前例最高规格的傲慢，在立法院食安专报的时候，龙泰已经展现出信号弹，说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不是来专案道歉。这种耍嘴皮子的东西都可以在食安议题面前，谁受益的？一定就是赖清德受益。尤其是吴峥，他在后续态度更加证明了就是赖清德受益的，因为他是直接民进党中央的发言人。这一连串的操作，725在蒋万安市长出来登高一呼，党中央郑丽文主席也马上就说愿意配合，大家要决定这样过来，也包含台东市长卢秀燕也愿意过来，郑肇兴路上也都号召用这样的方式，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让更多的国人知道说现在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希望大家7月25号一起上凯道，把自己的愤怒表达出来。烧了这么久，从6月30号到7月19号，20天了，到现在我们不知道毒油怎么来的，烧了3个礼拜啊！一下说是源头黄豆有问题，一下说是这制造过程当中产生什么瑕疵，现在讲不清楚。卫福部的次长竟然还说那叫民众不要吃鸡排，这些荒腔走板。再到今天潘孟安被问到相关问题的时候，大手一挥，他那个动作拐子就直接往那个，而且人家是女记者，然后现在还要出来洗说啊，这个女记者是什么市府顾问，还是什么讲一大堆有的没的。政府的执行力、行政的执行力有多差，这件事情大家已经受不了。他们只是想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让问题看起来没有发生，所以他们才会那么不耐烦，才会反复的发癫发狂，才会在6月30号食安都已经炸了，7月3号时候赖清德还跟中年游子的3大股东之一福州的老董同框同台，在那边笑着笑着共同演出，就非常的荒谬嘛。那一路走到现在，好在吴峥跟黄明开干之前啊，民进党的立委就对黄明开干过一轮了。大家都说是吴峥跟黄阳明在吵架，是吴峥在跟台湾的老百姓吵架。因为黄阳明他没有任何的党公职，他其实就是一个资深媒体人，说白了他就是一个平民而已，他就是一个老百姓。今天吴峥用如此的态度对黄阳明，他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对全台湾的每一个人。问他说你们这样子怎么搞的？吴峥也会回答一模一样的话给每一个人，又不是我逼你吃，我有逼你吃吗？你只要稍微对他音量提高一点，就是你们民进党是垃圾混账，他一定会讲说我有逼你吃吗？你在大声什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觉得赖清德就是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令，即便后面的道歉都讲得不三不四的。什么叫做因为黄阳明有什么情绪性发言？你管他有没有情绪性发言，你都不可以这样。我吃到毒油，为什么我不能有情绪？今天不是在讨论一个理性的公共议题，今天是全台湾2300万人都遭殃，为什么不能生气？为什么不能提高音量？民进党一天到晚在立法院咆哮，最喜欢咆哮不就沈伯洋吗？他弄别人都可以，别人弄他就不行。这个政党的本质就是如此啦。吴峥讲那一段话之后，风向上面看到多数亲绿的媒体人名嘴，他们一直不希望民党上街头。现在如果是上街头，就是在打脸卢秀燕，希望让国民党不要上街头，让国民党支持。我觉得这个上街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会怕。去年426上凯道反罢免，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726跟823大罢免大落赛。所以民进党很清楚知道这一波绝对不能让国民党在725的时候把气势做出来。那么于将军说，这就是使用者典型症状大小声吗？哇！真的很扯我觉得现在民进党他们的名嘴啦，他们想带一个风向，包括青鸟也是，就是这个油吃了没问题，
他们就一直在洗这件事情，就是这不是毒油，这不是致癌油，吃了不会怎么样。你生活中的一级致癌物比这个油还多，这就是民进党现在的主轴。他们的论述就是这样啊。之前2014年的时候，民进党最常讲一句话，那个时候面对鼎新跟强冠，当时不是讲说那是精炼吗？精炼后有人说精炼后可以吃，它是符合所谓可以吃的标准。民进党不是讲一句话吗？大便精炼后你吃不吃？民进党当时意思就是讲说精炼后一样不能吃，所以嘛，现在民进党就是已经出现这种双标也好啦，换了屁股换了脑袋也好啦，都无所谓。反正总而言之，我看到的是一个最无耻，而且呢是没有任何诚意想要面对国人的一个执政党。那个刚好直斗在我对面，我觉得也让他讲2句好。等于是帮725暖身呐，就希望这样子可以让大家更去唤醒这个议题，去骂记者、骂名嘴、骂媒体，百姓的怒火更加的燃烧。我觉得不是坏事啊，就鼓励你们尽量把这种事搞大嘛。你去得罪记者干嘛呢？而且人家媒体是很专业、很认真的刘婷婷啊，她曾经也是第一线去采访黄仁勋啊，还被黄仁勋介绍，难道他也是中共同路人吗？他刻意要搞你吗？没必要嘛，把大家都打成敌人，到底想干什么呢？为什么要绝食？我觉得论述是长这个样，政府是没有办法帮你的任何一个食安哪个环节出错来负责任的把关，就等于变相的告诉你什么都不要吃就好。你今天吃到任何有毒的东西，他会跟你讲说，我逼你吃早餐吗？我逼你吃午餐吗？我没有逼你吃晚餐吧？而宵夜更不用讲啊，我没有叫你吃宵夜啊，所以就这样极致无能的甩锅吧。那所以你未来你吃到任何含毒的东西，他都跟你讲说我没有逼你吃，没有逼你吃啊，等于变相的在告诉人民什么都不能吃，什么都不要吃，因为政府没有要替你的健康来负责嘛。这个绝食的论述是这样，所以真的为了下一代，跟我们假如说有一些长辈免疫系统比较不好，也上了年纪哦，为了不让他们吃到有毒的东西，这是一个警告嘛，一个警戒嘛。你现在就处理成这个鸟样子，处理得那么差劲，那未来真的食安发生系统性的风暴，发生真的可以致人于死害的时候，未来这样子一连串的这个效应都是人祸，难道不该避免吗？我们难道不该帮民进党踩刹车吗？首先是卓荣泰嘛，说，我今天是来专案报告，不是专案道歉，等于说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道歉。绝食的消息一出，马上就有青鸟在我下面留言说：“你们绝食，我要在你们旁边吃泡面。”我觉得这种言论，我看了会觉得既可笑又可悲，我觉得很幼稚。如果你还在那边风凉话，说什么要挑衅我们来嘲讽我们，我真的觉得今天青鸟走火入魔，我觉得应该算是已经没有救了啦。毒油它不是存在在新闻中，有可能存在在小朋友的午餐中。那难道这些民进党的官员都没有小孩的吗？下次不要吃炸的。之前莱猪也说莱猪是平民吃的，那你们到底是有多高贵？谁出来道歉谁负责了？好像一直都无视所以我觉得这次非常重要，就是725凯道，大家一定要来上凯道。当然，能不绝食我们当然不要绝食，但既然要绝食，就是展现一份决心嘛。这个决心是告诉大家说，是愿意为了大家共社会的议题，也为了我自己站出来履行跟履约跟表达，可以号召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这一场不是一个政党的斗争，这场是一个社会大型议题的集结。当然，它同时是个政治事件没有错，它确实是一个政治诉求的表达，因为食安众人之事，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所以它当然是个政治议题啊。解决大型社会议题就是要靠政治的力量，所以你必须对民进党发起冲击嘛。那说那有什么影响？1次、2次、3次，越来越多人他会在这些运动当中，他会决定今年年底要归票给谁。查了3个礼拜，你查不出来，一定有更严重的内涵，要究责，要真相。要严管，要清查，要赔偿，要究责，比照前例，总统道歉，行政院长下台，非常合理啊。当年马英九是鞠躬道歉的，那江宜樺是整体请辞啊。要真相，原料制成、储存、分装，到底是哪个生产过程出现问题？要严管，你的初级榨油厂就是要逐批查验，由中央直接列管，初级榨油厂就3间，中联油脂、大统一、台糖就3间，再来。要清查，全面清查市面的油品，杜绝毒油流布。要赔偿，政府监管失职，厂商黑心毒油要全面的赔偿受害者。就民进党着急到怎样，动手打女生啊！T台的刘记者从1楼我就已经咳得很严重了，也跟他讲了，3楼我们人家唱名了，我要进去。那我前面有一个摄影记者，那我顺势呢把手举起来，可能会造成刘小姐的不愉悦。这就拍写，我没有针对他，但我不受访已经讲了。比较想问一下，那个725上高反毒的事情，目前总统有最新表态吗？还是说目前有什么最新采事吗？我要那个。
讲一下毒油相关的问题吗？那会有个最新的说法吗？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要上海道。台湾知名红媒 VVS 的记者今天完全不顾受访者的意愿，死缠烂打的贴紧在潘孟安的身边紧逼，现场空间被记者与摄影师死死的堵住，导致潘孟安根本无处闪躲，无奈将手臂抬高以求侧身硬挤过去。没想到该媒体随即与中国媒体中央看准时机借机发挥，大肆的抹黑报道潘孟安攻击记者。不少民众在看完现场还原影片后极其傻眼，纷纷惊呼这些媒体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新闻自照，直斥红媒恶意碰瓷的功夫令人叹为观止。TVB 资深记者刘婷婷是我曾邀请数次的来宾，她7月3号才刚邀请，常来分享他对国际局势、台美关系等议题的观点，并分享他的采访故事。例如今年的5月，他是台湾唯一能进入黄仁勋赵远燕现场专访黄的记者。记者该不该对采访对象追问？当然应该。难道采访的对象说完自己想说的话，给一套官方的说法，就不需要再被挑战？不能再被挑战？我在跑行政机关时，只要有机会，有我看不下去或怀疑的官方说法的真实性，通常会去提问。没有提问的机会，是自己去创造。看官员的行程，看记者会后是否有空档可以去追问，这是记者的日常。不知几时，台湾的政治记者，尤其是电视圈，已经习惯了只堵麦联访，不去追问，或是成为政治人物的朋友圈。为了避免采访对方不爽去追问的类型，以少之又少。游戏行程的现场，从潘抵达下台到进入会场，他一路追问潘孟安，大可以说今天不谈，甚至什么都不说。但他用最糟糕的肢体动作表达不悦。即使他事后云淡风轻的表示不好意思，解释说这是自然抬起手，以免碰触到摄影师，但画面会说话，大家心中自有一把尺。但这样子的政治议题发酵后，只会让他未来跑新闻会更辛苦，可能受到采访对象的现资深的网军绿营支持者已经开始出征抹黑他。这个是台湾政媒互动环境的悲哀。记得大学时新闻学授课老师课堂上播放了一部苏建和冤案频繁的新闻专题，后来这个片段被收录在纪录片《岛国杀人纪事》中。记者到全国检察官会去采访当年承办的检察官，只见这位检察官一听到记者采访就立刻用手推摄影机，接着让记者一路追着跑。这样的采访手段本来就是新闻记者的常态。潘孟安有拒绝受访权，但记者也有在公众场合对公众人物提出质问的天职，就是被称为第四权源。身为总统府的秘书长，最糟糕的方式拒访，假惺惺道歉，下午又碰到再批记者要炒新闻，实在是失格啊！那如果执政党的高层都是如此的话，那他们要如何让人们相信会公亲听民意呢？可笑至极了，已经悲哀到甚要用打记者、关记者的方式在逃避新闻的追问。那请问你民进党还敢自称民主进步党吗？民进党非常可耻，只会越来越加的傲慢，越来越加的嚣张，越来越加的跋扈。面对傲慢、嚣张、跋扈，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团结、政治集会、集体动员、自发出行，民进党压力就来了。民进党政府或是左内阁是无能又无耻。卓荣泰现在不要说他装了，至少媒体前面感觉好像是要跟秀燕跟蒋万安中央地方一起合作，现在态度做了一些调整。可是，在专报的那一天是什么态度？不道歉，然后为什么道歉？油腔滑调，咄咄逼人。再往前面源头再看一下，政院会上面把责任要推给台中市政府，说你为什么要抢先公布？你为什么不对齐？这个就是无耻的部分嘛。没错。那你无耻不只是卓荣泰啦，林静怡是不是很无耻？对，莫名其妙把一个鸡排的拉进来，我觉得鸡排业者是很可怜的。我们可以选择吃鸡排，可是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这个油，不要在那边错换概念。吴峥说我没逼你吃。对，第三个就是吴峥嘛，就是一个地狱级的毁灭。他说没有逼你吃，所以不能怪民进党。你是党的发言人，可是你是执政党，对，党政协调汇报，你们要不要参与？都要一起开会的啊，要跟总统府一起开会的啊。我就问了台中市政府，我说卢妈，他说每半年检查一次是你们自己规定，我说法律上
上没有啊。我妈讲的是厂商半年自主检查然后通报啦。地方政府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检查时间？跟各位说，食安法是没有规定的，国民党跟民进党都知道。对于后面有打什么东西，他打说，台中市政府去年说查了3次，怎么这几年我卢妈上任之后到这边都1次去抽查油品。我心想说，人有查你多少地方政府，你去问高雄市，你去问台南市有没有查过，可能没有查过那人家有查，然后你还说，你怎么那么久去查1次？我觉得荒谬至极，你知道。我特地有去看食安法的相关规定，就是第7条。第7条只是定一个大方向。那施行细则针对食品抽查的这件事，像是本田品或是油品的这件事情它是要求业者自主检测。那自主检测，大家就会怀疑说我会不会作假？所以他有要求在一定的时间里面要由第3方实验室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抽查。如果有问题的话，要通报给中央或是地方政府。其实上网登录，一登录之后，中央也知道，地方也会知道。那地方跟中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地方的确要抽查，地方抽查的顺序是因为中央要拟定相关抽查品项、抽查的范围，他要邀请地方来讨论。地方是执行单位，谁要主导这样的一个角色？按照法规来说，是中央要主导，因为他要求他要召地方来开会。那如果没有拟定，何来执行？加上今年2026食药署听说非常的忙，他们这个相关的一些会议是排在下半年，所以上半年没有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会凸显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业者自己去调查，这就是一个漏洞，就会作怪嘛。你就算委托第3方进行抽查，第3方是谁找的？也是他找的那如果他拿出来的样本，要不是南侨发现把这件事情不要看了，南侨当然自己也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我们也不讨论。中联拿出来的这个样品是，如果按照中央讲是假的话，那也没有问题也查不出问题。那也查不出问题的情况之下，你要地方去抽查，再加上你的中央还没有拟定今年度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抽查，所以不要再去推任何的责任给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食药法遇到突发的重大食安事件，一切都是让中央来主导。现在是要怎么进行相关的一些统合，一定要中央来发号施令。所以现在这个中央摆烂，那地方去进行抽查，然后全面向下，先走到你的前一步，你还在怪地方。我觉得这个就是无能加无耻这就不用再多说了。本田品的你要测出来还是3个 ppm， 它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才能够测得出来，所以它需要一个高端的实验室。可能地方县市政府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他们也是要靠中央有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来检测。所以这件事情的归根究底要负责任的还是中央嘛。蒋万安号召大家上街头，蒋万安不是一个很政治性格、对抗性很强的一个人，号召民众上街头，上升到变成政治事件。最开始之后，我觉得这东西更变本加厉比如说陈柏惟开始参选之后，他们炒作很多议题都是对蒋万安不利的，比如说老鼠烟区、遮阳伞、内湖淹水，然后台风假放不放？我觉得就是一个无效打击。当然，他可能在税上面产生一些同温层效应，青鸟或是反蒋万安或是支持沈伯洋的就会自嗨。所以我觉得就是民进党想要转移油的事情，就是在讨论蒋万安穿高鞋，一开端的就是沈伯洋，奇怪莫名其妙青鸟就开始在网络上公布这个沈伯洋穿鞋子的一些照片，就是回到了巩固基本盘。可是这个基本盘40%都这么无脑吗？我是怀疑，所以这个基本盘会不会逐渐缩小，适得其反？我觉得蒋万安现在跟食安议题绑在一起，名气可用的之下，然后再展现出他的一些魄力，把这股名气转成政治上讲白一点就是攻防。这样子，民进党议员或是候选人沈伯洋跑去美国，我第一次看到台北市长要选举可以去美国8天，这是怎样？这个选情是稳到不行了。台北市长去选举去美国是的确有人去募款，柯文哲有去嘛，所以这个不意外。连胜文好像也有去过，那可是一次去8天。我是觉得你是对于你自己的选情实在觉得太稳了吗？疑惑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赖清德上任之后，民进党在议题的攻击节奏跟他的层次一直都没有蔡英文时代来的好？是英文时候没有trade这个工具。那蔡英文一开始他很成功的绑住了一群网红，政治性格没有这么强的，然后借由这些网红在没有政治警惕的情况之下，潜移默化，然后在网络上造成蔡英文年轻，然后很有活力，符合年轻人的氛围。那后来这群网红其实跟赖清德也不好，赖清德才会说蔡英文的网军不要攻击，所以这群赖清德也不敢用，因为他跟蔡英文关系是好，想要培养自己的网红。可是好像因为后来是因为也看到赖清德自己的这个政治实力或是政治前途没有这么好赚钱的情况之下，你虽然可以强化你真诚的论述，可是也是自己的同温层绑在里面。但是个人节目的议题跟 Threads 上面是走在一起的，所以换句话说，大家如果觉得 Threads 上面很无脑的一些攻击的议题，他会把它
转而行销在他的政论节目里面。然后我就会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尾巴咬狗，到底是因为这些网络上的东西，然后让他们觉得有流量，所以节目跟着一起做，还是赖清德他宣传体系出问题？尤其是沈伯洋这次打台北市长选举，我超级有感的。我以前其实真的觉得民进党很多议题蛮难对付的，层次感很好，但他们会有更高层次论理的方式，啊，他们是绑在一起的。那回到这部分，你看沈伯洋也是打的乱七八糟，赖清德旁边没有这一群人，再加上执政上没有成绩单可以拿出来。蔡英文好像还有，因为他对美关系还不错，他有一些同婚上的议题，他可以在年轻人上面有一些发声。再加上那时候这个朝大野小，国民党或是在野党这边没有一些攻击上的一些力道。当时的国民党，我个人说真的，议题操作能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强，造成了蔡英文得天独厚。他觉得他自己很棒，其实我真的觉得他一点都不棒。再加上国民党网络操作议题上面，或是议题设定上面，还有蓝跟白之间合作，白的这个 idea 搭进来，你消我长嘛。赖清德执政荒腔走板，到现在他到底有没有拿出一项大家可以称赞的政策？我觉得就是会产生一些落差。对，那造成他这样的一个局面，关键原因还是他自己施政无能。